2017年，韩国人打开电视，看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画面：三星太子李在镕被带进了看守所。这可是韩国第一财阀未来的三星掌门人啊！可他的人生怎么看都不像胜利者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前妻林世玲却正好迎来事业新高峰。她重返职场，带领大象集团渡过难关，还被拍到和影帝甜蜜恋爱。两个人的人生像是被编剧恶意调换了剧本，王子跌落谷底，公主逆袭成功。可别忘了，20年前，他们可是韩国最受瞩目的豪门 CP， 世纪婚礼轰动全国，外界都以为童话开篇了。上期咱聊了三星的夺嫡史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场从盛大婚礼开头，却以一地鸡毛收尾的三星太子的婚姻狗血剧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李在镕和林世玲的结合，那大概就是商业联姻的剧本被韩国8点档硬生生演成了狗血家庭剧。先说男主角李在镕，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韩国太子，三星帝国的长子，未来接班人。出生那一刻，他嘴里叼的甚至都不是金汤勺，而是半导体奶瓶。他的人生除了接班这条路外，就没有别的分叉。就连学习成绩这种普通孩子最焦虑的事，他也一路绿灯，考进首尔大学学历史，去日本读了 MBA， 再跑去美国哈佛商学院混个博士头衔。学历的含金量不用怀疑，但对李在镕来说，最大的任务其实是环球镀金。毕竟未来要在国际场合上扛大旗，不能只是 Made in Korea。再说女主角林世玲，她的背景也不逊色。她是大象集团的千金，这个憨厚的名字似乎有点陌生，但在韩国那可是食品行业的霸主。韩国人饭桌上的味精、泡菜酱料、辣椒粉以及各种保健品，十有8九跟大象集团沾边。换句话说，林世玲家的生意就是国民餐桌。别人家孩子喊开饭了，他家孩子喊的可是开盘了。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坊间传闻，他们的结合既非偶遇，也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标准的豪门相亲局。李在镕的母亲洪罗喜和林世玲的母亲朴炫珠有一次一起喝茶，洪罗喜半开玩笑说：“我家在镕要是能娶你家世玲，三星和大象就是一家人了。”林世玲妈立马接话：“我看行，俩孩子都挺优秀的。”就这么着，一场精心策划的相亲局悄悄上演了。坊间传闻，这场场面盛大的相亲安排在了一场由洪罗喜主持的慈善晚宴上，邀请了各界名流，以此来考察林世玲的社交能力和气质。在众多宾客的注视下，29岁的李在镕和21岁的林世玲第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。李在镕稳重内敛，而林世玲则优雅知性，帅哥美女如此优秀，想不擦出火花都难。很快两人坠入爱河，你侬我侬。然而豪门联姻从来不是单纯的爱情，更是企业战略的试探。当时三星正寻找新的增长引擎，未来战略版图中，保健食品和生物制药被视为重要的方向。而大象集团的想法就更简单了，毕竟在韩国，谁会拒绝三星这个航母当靠山呢？说白了，两边算盘都打得精，一个想要增长，一个想要稳固。于是1998年世纪婚礼来了。这场婚礼简直是把豪气2字写在云端，场地选在三星自家的湖沿美术馆，2位前总理出席并主持婚礼，宾客名单堪称半个韩国的商业版内阁。韩流明星、政商大佬排排坐，媒体摄影灯闪个不停。有人打趣说，那天要是酒店停电，韩国 GDP 得直接少掉一半。咱普通人结婚，父母送个钻戒、送套房已经是天花板了，可婚礼当天，林世玲身上的钻石能照亮整个汉江，身穿的婚纱价值就相当于一套首尔江南区的豪宅。媒体当时用童话来形容这场婚礼，报道简直甜到腻，天作之合，最浪漫的爱情故事，王子与公主的童话婚礼。然而，童话最迷人的地方，往往就是它必然结束。当年记者们在婚礼现场抢稿子，谁也没料到，11年后他们又抢了一次，只不过这次的新闻标题变成了“世纪婚姻沦为世纪离婚”。婚礼那天，
林世玲大概没想到，自己穿上的不是婚纱，而是一件镶满钻石的镣铐。别看她是财阀千金，从小可不是那种天天把爸爸挂嘴上的富二代。相反，她有点叛逆文青的劲儿。上学时，司机送她到校门口，她偏要提前几条街下车，自己背书包走进去。直到上大学，身边同学才突然发现，原来她是大象集团的大小姐。可一嫁进三星，人生频道直接换台，从青春校园偶像剧秒变宫斗剧。婚后第一件事就是被迫暂停在延世大学的学业，陪李在镕去美国深造。她心想，行吧，我不做全职保姆，也考个学位吧。于是她进了纽约大学心理学系，打算夫妻俩能过点自由的留学生生活。结果刚上没几天课，老丈人李健熙跑来美国看病，他又被派去当全职陪护。等李在镕学业完成，要回三星公司历练，他只得再次放弃学业回国。这与其说是在读书，不如说在轮岗，岗位叫家族秘书。真正让他透不过气的是三星那一整套令人窒息的家族规矩。比如林世玲喜欢用索尼的随身听，婆婆一句话直接封杀，索尼是我们死对头，在三星家里怎么能出现索尼呢？2个孩子出生后，她被彻底摁在家里，想回职场没门，想跟老同学聚一聚，要申请批准。有次她去幼儿园接孩子，被记者拍到了，这点事儿又被公婆狠狠地教育了一顿，你是三星的儿媳妇，怎么能这么不小心？林世玲忍不住向李在镕吐槽，要不咱搬出去自己住吧。结果李在镕摇头，我是家族继承人，你要顾全大局。真正让他心凉的是2006年的一场家族悲剧。李在镕的小妹李颖欣恋上了平民男友，却遭到家族强烈反对，最后跳楼自尽。这件事情震惊了全国。可是李健熙居然为了公司形象拒绝参加葬礼，还交代李在镕一定要低调处理，以免影响股价。林世玲看在眼里，心里大概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明白了，这个家族最擅长的不是积累财富，而是制造冷漠。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三星里熬工龄，没想到命运比他更着急。2008年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，把他和整个家族的命运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。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，把无数企业拍得七零八落，大象集团也没能幸免。食品虽然抗风险，但外贸突然停滞，高端餐馆生意下滑，形势瞬间不乐观。2008年，大象集团出口暴跌15%，生物燃料项目失败，原材料价格波动，净亏损高达2000亿韩元，资金链几乎断裂。曾经的食品帝国一夜之间摇摇欲坠。身为大象集团唯二的女儿，林世玲眼看着娘家陷入危机，心急如焚。这种时候，她很自然期待她的婆家出手相救。按理说，三星可是韩国的参天大树，体量比大象大得多，现金储备在财阀里首屈一指。金融危机虽然让三星的利润也出现了波动，但整体现金流仍然十分稳健。换句话说，要救大象集团，对三星来说并非难事。可现实很冷酷，三星董事会认为，大象集团在三星全球战略里不过是鸡肋。三星当时压住半导体、智能手机和生物制药高科技产业才是利润核心，而食品产业显然不是战略方向。更何况正值金融危机，市场上到处是低价资产，正是战略扩张的好时机。这种时候又何必在大象那边浪费机会呢？有人甚至提出，与其救他们，不如等他们扛不住低价收购。于是当林世玲期待丈夫家族伸手帮一把时，等来的却是冷冰冰的袖手旁观。坊间传闻，李在镕私下对老婆说，都是一家人，啥就不救的，咱入股嘛。这彻底击碎了林世玲对婚姻的最后幻想。她终于明白，这桩世纪婚姻看似两家族的战略联姻，但在利益的算盘面前，她和娘家只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丢弃的棋子。2009年，林世玲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，离婚。官司一开打，媒体的兴奋劲儿比看韩剧还高。林世玲要求2个孩子的抚养权，并提出巨额财产分割。
有报道说他要分走5000亿韩元，要知道那可是5亿美元啊！一时间，韩国媒体惊呼世纪天价离婚，搬空三星，连豪门分手费排行榜都快排出来了，还打算搞连载长期报道。三星怕事态扩大影响股价，没辙只能妥协。仅仅1周后，离婚手续匆匆办妥，林世玲放弃了抚养权，得到了财产，具体金额嘛，外人无从知晓，但数额绝对可观。对比韩国其他财阀离婚闹得天翻地覆，这对世纪夫妻的分手反而显得冷静克制，甚至有些冷血。离婚之后，很多人都以为林世玲已经被休掉了，会就此消失在豪门八卦的边角料里。毕竟财阀圈的离婚剧本不都差不多吗？女方拿钱走人，男方继续继承家业，媒体写几条花边新闻，观众散场。可林世玲没走这条老路，她拎着巨款，先给娘家大象集团输了一管救命血，随后撸起袖子，真刀真枪地杀回了自家公司。2009年，32岁的林世玲出任大象集团濒临破产的子公司 YC 与 P 的代表理事，重新开始了职场生涯。当时谁都觉得她是财阀千金来镀金，但她偏偏不服气，跑市场、盯产品、改品牌形象，愣是把这家烂摊子盘活了。3年后，她坐上集团创意总监的位子，最后升到副会长。大象集团更是在他的助力下，品牌形象换新，高端产品重塑，彻底的扭亏为盈。媒体一边吹她豪门女强人，一边调侃：“这不就是拿前夫的钱救娘家的命吗？”要我说，这才是豪门爽文的天花板。别人靠嫁人飞升，她靠离婚升级。2015年，媒体爆出林世玲与明星李正宰的恋情，再次引爆话题。李正宰虽是影帝，但身份地位与大财阀没法比，在财阀眼里，与娱乐圈谈恋爱是有损身份的事情。况且那些年影帝投资失败，一屁股烂账，外界一度嘲讽他傍上了富婆，被包养了。对此，林世玲压根没回应，任由外面怎么嚷，她只管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如今10年过去了，两人依然恩爱如初，也就没什么人说闲话了。而我们的男主李在镕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因离婚声誉下滑，2017年又卷进朴槿惠闺蜜干政门，锒铛入狱。那几年，他的接班权一度被妹妹李富真挑战，差点就上演2.0版兄妹夺嫡。2022年，李在镕被文在寅特赦出狱，终于接手三星。可这几年，三星在他手里业绩却一路下滑，手机市场份额掉了，芯片业务被台积电超过。2024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5.9%，创10年新低。媒体说他能力不如老爸，民众还调侃他丢了美女老婆，别把三星的江山也丢了。可能是对前妻不能忘情，可能是对爱情早已死心，也可能是压力太大，疲于奔命。李在镕离婚10多年来，不仅没有再婚，甚至连点绯闻运势都没有。他倒真活成了财阀界最安静的钻石王老五。离婚带来的不仅是私人情感的伤痕，还有孩子的成长压力。缺了妈妈的管教，大儿子李智浩果然熊了。他成绩垫底，行为叛逆，换了好几所贵族学校都读不下去，还闹出过吸食违禁品丑闻。最后，李在镕一咬牙，把儿子送进部队锻炼去了。好在女儿李媛珠比较省心，聪明伶俐，没给他添乱。而社会上对三星未来的继承人早有议论，为了安抚社会舆论，李在镕不得不公开宣布不会把三星交到儿子手里。而妹妹李富真这些年在新罗酒店搞得风生水起，接班掌舵的呼声一直没下来过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三星接班8成又得上演一出新的宫斗大戏。李富真也是有故事的人，她的婚姻比哥哥还狗血，这个嘛，留到下期咱们慢慢聊。